你能想到眼前这个身高不足1米、患有先天性疾病且还有侏儒症的男子是个亿万富翁？他坐在轮椅上，用一部手机、一根网线赚了3个亿。身高不足1米的他，迎娶了一个1.7米的妻子。那么，这位轮椅上的总裁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？他的成功真的只是偶然吗？本期视频带你走进李创利的故事里。李创利于1986年出生在广东潮汕一个小县城，他的出现让一家人开心不已，爷爷奶奶也十分疼爱这个宝贝孙子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噩耗就传来了。李创利因为骨折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，初步诊断确定了他不是外力造成的骨折，而是一种先天性疾病。深入检查后，最后的结果让人几乎绝望：侏儒症和先天性脆骨症。侏儒症意味着他这一辈子的身高都不可能超过1米，先天性脆骨症也是一种罕见的基因缺陷病症，患病的人一辈子都挨不得碰不得，一个轻微的碰撞都可能导致病人骨折，摔一跤都可能会危险到生命。最重要的是，这2种病还不是有钱就能治好的，目前的医疗水平还不能彻底治好这种病。父母将李创利带回家后，他的身边便一直有一位看护人，有时候是爷爷奶奶，有时候是爸爸妈妈，总之一家人轮流来对他好生看护，生怕他磕到碰到。但是尽管如此，李创利依旧是医院的常客，总是发生出乎意料的骨折方式。随着受伤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一家人也有了经验，李创利也顺利的成长到了8、9岁，这个年纪正是读书的年纪，父母也想让他有书可读，开始为他物色好的学校，但是学校都拒绝了他的入学申请，原因是他的病太严重了，稍微磕碰一下，学校都负不了责。最后父母没有办法，为了儿子能够有书读，他们承诺李创利在学校受的伤自己负责，与学校无关。最后一所学校接受了李创利，可是去到学校后的他骨折次数也多了起来，因为学校人实在太多了，有人的地方就有碰撞，尽管他再小心，可还是没能避免。11岁那年，他无奈辍学了。那小学都没毕业的他又能干什么呢？成长于这种环境下的李创利很自卑，但是他并不怨恨这个世界，他十分珍惜自己拥有的生命。年纪不大的他却已经逐渐明白了什么最重要。辍学后的他不愿成为家里的负担，想靠自己的双手赚钱养活自己，减轻家里的负担。11岁的他开始摆摊卖玩具，对于营销他很有天赋，再加上他特殊的外形，让他的小摊变得火热了起来。面对周围的眼光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他都坦然接受。面对别人问及自己的病情，他也是丝毫不忌讳，大大方方地告诉人家。他的性格让他的生意非常好，也挣了一些钱，留点自己用，剩下的补贴家用。摆摊的成功让李创利变得自信了起来，他开始想着开一个网吧，自己当老板。父母看他如此执着，便东拼西凑了5万元，让他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网吧。在他们的规划下，如此前景好的话能赚100万，再不济也能赚个几十万。可是时运不济，他们遇到了08年的金融大危机，一觉回到了解放前。遇到挫折后的他并没有一蹶不振，反而激起了他的胜负欲，他依旧到处寻找商机。父母看着斗志昂扬的李创利，都选择站在背后默默支持他。思考了一段时间，李创利批发了一批手机，准备在网上进行售卖。以后必然是互联网时代，现在抓出互联网就一定能赚钱，结果也没有让他失望，甚至比他的预期还要好。手机售卖成功，他开始批发更多类型的电子产品，电脑、相机等，只要是电子产品，那你就能在他的店铺里看见。创业路上亮起了一路的绿灯，使得他信心大增。在微信公众号兴起的时候，他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公司的定位就是互联网行业。要知道那时候的互联网动荡性很大，没有人能保证它的发展前景，而李创利却毅然决然地将自己全部身家投了进去，也算得上是破釜沉舟了。那么李创利的公司能否在这个年代脱颖而出呢？成立公司后的他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到了公司上，因为自己的不方便，他不得不请一个秘书来照顾自己在公司进行正常走动。而李创利也没有想到，这个秘书最后居然会成为他的妻子。公司在李创利的管理下正常的运行了起来，不得不说在商业上他很有头脑，不到5年的时间，他豪赚3个亿，成功的从互联网行业脱颖而出。这背后离不开李创利那深谋远虑的目光和敏锐的商场洞察力。这段时间他就是那个被上天眷顾的孩子，所有的好运都聚集在了他的身上，不单是事业上，在爱情上也是让人羡慕不已。秘书在照顾他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异样的眼光，时间久了，李创利便对这个漂亮的知心秘书也动了心。此时的他年龄也不小了，在得知他并没有男朋友和喜欢的人后，李创利便对其展开了激烈的追求，最后也成功的抱得美人归。2人婚后不久，妻子便有了身孕。这段时间的李创利心情十分的忐忑，他害怕自己的孩子也和自己一样，隔3差5他就会带着妻子去做孕检。
听到医生那句孩子很健康，他才会稍微得以放松。老天还是很眷顾他的。孩子出生后身体十分的健康，长得也十分乖巧可爱，事业和家庭双丰收的他，在过好自己日子的同时，也在努力的回馈着社会。很多公益活动的现场都会看见他的身影。而他也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建100所希望小学。在李创立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。面对命运的不公，他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与命运做斗争。不管道路多坎坷，他都永不言弃，一往无前。而他如今的生活就是老天对他奖励。和他相比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抱怨命运的不公？又有什么理由不努力？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我，为我点赞并转发。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